一场74岁的生日庆典，没发一道谕令，没出一份官方公告，仅凭衣服颜色、站位远近、行礼规格，就把泰国王室的尊卑排位、权力格局扒得明明白白。7月28日，曼谷大皇宫玉佛寺香烟缭绕，拉玛十世马哈哇吉拉隆功的74岁生日庆典正式举行。当天，泰王亲自带队走进玉佛寺主殿，一家子的出场顺序从一开始就定好了位次。走在最前面的是泰王本人，一身白色宫廷戎装，勋章绶带齐全，左臂照样别着黑纱，哪怕是自己的生辰，也没破守丧的规矩。紧随其后的是正宫王后苏提达，再往后是小女儿斯蕊范公主和小儿子提邦公王子。队伍最外侧靠后的位置，站着久违露面的施妮娜贵妃。就这几个人的穿搭和站位，藏的门道比一整部宫斗剧还多。咱们先从最扎眼的服装说起，一件衣服的颜色直接定了你的阶层。全场最亮眼的肯定是苏提达王后那一身金衣。当天48岁的苏提达穿了一身正儿八经的金黄色传统泰服，面料由曼谷御用织造坊用纯金银丝线手工混制而成，每米布料要耗费近100工时，在店内烛火与天光的映照下，整件衣服泛着温润内敛的金光，肩上还搭了一条铜面料的披肩，边缘手工镶嵌细碎红宝石与白钻，走动时流光溢彩却不张扬，往泰王身边一站，贵气直接拉满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金黄色在泰国王室根本不是审美选择，那是王权的视觉印章。泰国是上座部佛教国家，寺庙里的佛像、佛塔、殿宇屋顶全是金色，金色代表接近神圣的光辉，更是国王的专属出生色。以前只有泰王本人能用最正的金黄色，王后能穿同等级别的金色礼服，那是实打实的身份认证，等于官方盖章。她就是王室名正言顺的女主人。而且熟悉苏提达的人都知道，只要是泰王生日、加冕纪念日这种顶级盛典，她永远穿金色出场。不是偏爱这个颜色，是这个颜色配得上她的身份。往远了说，当年失利吉王太后陪着老泰王普密蓬出席各国大典，穿的也是同等级别的金色泰服。苏提达这一身穿的不是衣服，是接棒王室女主人的正统名分。旁边的斯蕊范公主当天也穿了一身金黄色泰装，和王后站在一起，乍一看像母女装。有人说这是撞衫，其实根本不是，这是身份的共鸣。斯蕊范是泰王的亲女儿，正统王室血脉，她有资格穿金黄。但细看差别立刻就出来了，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第一，绶带不一样，苏提达的绶带是纯明黄色，斯蕊范的是黄底香绿边，等级差一级。第二，配饰不一样，苏提达系的是王后专属的钻石腰封，斯蕊范没有。第三，细节不一样，上衣袖子的暗纹、胸前的勋章等级全有区别，看似同款同色，实则尊卑分明。王后有王后的规制，公主有公主的标配，差一丝一毫都是身份的距离。那跟在后面的施妮娜呢？一身纯黑的素服，站在队伍最外侧，和前面2片金灿灿的身影形成了刺眼又微妙的对比。有人替她辩解，说现在是国丧期，穿黑很正常。可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同样在国丧期，苏提达和斯蕊范能穿金黄庆生，为什么施妮娜不行？答案很扎心，规矩是给下位者定的，上位者有破例的资格。王后和公主是王室组织核心成员，生辰庆典这种大典代表的是整个王室的门面，可以在守丧期穿吉服庆生。贵妃是旁支内眷，没这个资格，必须老老实实穿丧服。一件衣服的颜色就把主和次嫡合数划得清清楚楚。说起来也唏嘘，施妮娜人生最高光的时刻，恰恰也在泰王的生日庆典上。2019年拉玛十世67岁生辰当天，马哈当着全泰国直播的面，打破王室近100年惯例，正式册封施妮娜为昭坤帕贵妃，亲手为她行圣水灌顶礼，赐予4枚王室勋章。那时候的她，一身正红色礼服跪于王座之下，风头直逼刚册封3个月的苏提达王后，连官方通稿都敢放她和王后同框的评级画面。那时候的施妮娜仗着泰王的宠爱，根本没把王室规矩放在眼里，敢跟苏提达穿同色系礼服，
敢公开抢王后的风头，连军衔都连着往上升。结果呢，封妃才3个月就被废，所有头衔全扒了，直接送进监狱。要不是太王后来心软负宠，她这辈子都别想再踏回王宫一步。起起落落这一遭，施妮娜是真的被磨沉稳了。现在的她不敢再撞色，不敢再抢位，老老实实站在队伍最后一排，连往前凑一步都小心翼翼。有人说她是失宠了，其实不全是，她是终于懂了，在深宫里，宠爱是最靠不住的东西，守不住本分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连新晋的欧拉弄都想蹭这波热度，结果直接撞了南墙。生日庆典当天，欧拉弄也来了，还特意穿了一身金色泰式礼服，腰上别了枚古董宝石腰带扣，打扮得比斯蕊范公主还隆重。按规矩，这种级别的金色配饰，只有王室核心女眷才能用，她一个侍女出身的宠妃，根本没资格碰。结果呢，全场媒体就像约好了一样，镜头集体绕着她走。整场活动下来，她站在角落里，连个正脸特写都没捞着。为什么？因为媒体最懂王室的眼色。太王可以私下宠你，可以给你虚衔，但没给你对应的身份地位，你就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敢越级穿金戴银，官方就敢用镜头无视你。连跑王室线的记者都门清，谁是真主子，谁是凑数的，心里得有数。其实这已经不是欧拉弄第一次试图僭越了。此前他就多次模仿苏提达的穿搭造型，从发型、妆容到服装版型全盘照搬，甚至连出席公务的姿态都刻意复刻，想靠低配王后的人设博关注、抬身价。可王室的等级从来不是靠模仿就能撑起来的，名分、血脉、资历3样缺一样，穿再像也成不了真的。连施妮娜这种正经册封过的贵妃，都老老实实穿黑色守规矩，她一个没正式名分的宠妃，就想穿金戴银抢风头，不翻车才怪。讲完了服装定尊卑，咱们再说说现场的站位和礼仪细节，这些小动作比衣服更能说明权力格局。高僧洒圣水念祈福经的时候，有个特别自然的细节，苏提达很自然地侧过身，伸手帮太王整理了一下衣领，动作丝滑的像呼吸一样自然，没有刻意表演，没有多余动作，就是10几年相处刻进骨子里的习惯，他永远知道太王下一秒需要什么。旁边的斯蕊范也很默契，抬手护着旁边的吉祥香烛，怕店里的风刮灭了。两个人一左一右，一个顾着国王，一个顾着仪式，全是核心圈才有的默契。再看施妮娜，站在最外侧，手抬到一半又默默放了下去，没人招呼她靠前，她也不敢主动凑上去，全程就像个被框进画面里的局外人，姿势恭敬，表情得体，可就是融不进核心的那一圈。还有个细节特别能体现王室的等级，就是行礼的规矩，半分都错不得。当天，诗灵通公主和朱拉蓬公主也到场了，两位公主穿的也是黑色素服，但胸前都戴了和太王、苏提达同等级的9宝石勋章，这是王室核心成员的标识，血统地位摆在那儿。太王进大殿的时候，诗灵通公主上前给哥哥行礼拜寿，太王赶紧上前扶，兄妹俩聊了好半天身体近况，看得出来感情是真的纯粹。作为泰国公认的摄政王妹，诗灵通公主在这场庆典里的分量举足轻重，她不仅是王室的精神象征，更是衔接王室与民间、军方的关键纽带。太王常年旅居海外的那些年，全靠诗灵通公主坐镇国内打理公务，维系民心。这次生日庆典上，由她代表全体王室成员宣读贺寿词，也是延续了几十年的传统，足以见得她在王室体系里不可替代的地位。可转头苏提达王后见到诗灵通公主，得恭恭敬敬行标准屈膝礼；施妮娜贵妃见到朱拉蓬公主，得行五体投地的匍匐礼。很多人不理解王后为什么要给公主行礼，这就是泰国王室的老规矩。公主是国王的血亲，天生的王室血脉，王后是国王的配偶，论宗族辈分，公主的血统地位更高。说白了，公主是主家的女儿，王后是主家的媳妇，见了正统小姑子，该有的礼数半分不能少。贵妃就更不用说了，本质上是王室的内眷，见了正统公主，必须行最隆重的匍匐礼。
当天现场还拍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，泰王停下来跟朱拉蓬公主说话的时候，提邦公王子在旁边直接跪下，跪着走了好几米才站起来，没人提醒他，是他自己主动做的。以前很多人吐槽提邦公，说他懵懂迟钝，不懂规矩，连出席正式活动都经常走神。可这次生日庆典上，他的表现肉眼可见的成熟了，见了长辈主动下跪，礼仪到位，全程跟紧泰王的脚步。虽然话不多，但该有的分寸一点没差。对比半年前帕公主葬礼上，他还会失神站错位置，需要施妮娜悄悄提醒的状态，如今的提邦公显然已经褪去了不少青涩。这位从小在德国长大的王储，正在快速适应王室的规则与身份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己是泰王唯一承认的合法男性继承人，未来要接这王位的。以前有大姐帕公主替他挡着风雨，他可以慢慢长大。现在大姐走了，他必须逼着自己懂事，守好规矩，撑住储君的体面。说起来也挺现实的，提邦公这一跪，跪的是姑姑，守的是规矩，立的是自己储君的人设。他越守礼，越说明王室对他的培养没白费，他越懂事，泰王扶他上位的决心就越稳。讲到这儿，这场生日庆典上的表面细节基本说透了，可更深层的问题是，泰王74岁生辰，搞这么多服装、站位、礼仪的讲究，到底图什么？其实这根本不是讲究排场，是在公开昭告天下，现在的泰国王室权力格局已经定了。咱们一个个说，每个人的位置和未来，这场庆典都给了答案。首先是苏提达，她的王后之位现在已经稳如泰山，没人能撼动了。很多人以前说苏提达能当上王后全靠忍，全靠泰王宠爱，这话太浅了，宠爱的保质期太短了，能让她坐稳位置的是她的不可替代性。她有正宫名分，是写进泰国宪法的王室配偶，这是法理上的硬底气。她有军方背景，从王室卫队少尉一路升到上将，跟军方派系盘根错节，这是权力上的硬靠山。她有外交能力，精通4门语言，今年4月出访瑞典，带上祖传尖顶王冠惊艳全场，6月底访问法国，跟马克龙夫妇谈笑风生，撑得起泰国王室的国际门面。泰王今年74岁了，经历一年不如一年，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撒娇争宠的情人，是一个能帮他管家、撑场面、稳住大局的搭档。苏提达就是这个搭档。对内，他能主持后宫，打理宗族事务。帕公主葬礼上，他主持内廷仪轨，照顾朱拉蓬公主，分寸拿捏的无可挑剔。对外，他能代表王室出席外交，正脸面，每一次出访都能给泰国王室刷好感。这样的人，位置怎么可能不稳？当年失利吉王太后是靠着贵族出身、政治能力和丈夫的信任，坐稳了泰国王后半个世纪。现在苏提达正在走一模一样的路，从接手王室珠宝库钥匙，到穿金色礼服主持核心大典，一步一步全是在接老王后的班。然后是斯蕊范公主，她现在是实打实的王室第2核心女性，地位水涨船高。以前大家提起斯蕊范，第一反应是时尚公主、护国神兽，觉得她就是个搞设计的闲散公主，不碰权力。可怕公主走了之后，王室核心干活的人一下子空了。泰王环顾一圈，只能把这个小女儿推到台前。短短几个月，她军衔升到上将，接手了帕公主留下的皇家马术队、多支慈善基金会，跟着泰王出访法国，牵头办皇家服饰走向世界主题展，在国际上挣足了脸面。这次生日庆典，她能和苏提达同穿金色礼服站在核心位，就是官方盖章。她现在是王室的核心辅政成员，而且她和苏提达现在关系特别好，俩人站一起像闺蜜似的，同色系服装、同框互动越来越多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是结盟了。苏提达主内廷宗法和正式外交，斯蕊范主文化体育和基层公务，一内一外，刚好补上了帕公主留下的空缺。对苏提达来说，斯蕊范没有王位野心，不会威胁她的地位，俩人联手能稳住后宫和宗室。对斯蕊范来说，有王后支持，她辅政的名分更正，做事更顺，双赢的局面，何乐而不为？再说说施妮娜，
他现在的处境，说好听点是储君守护者，说难听点就是有任务没名分。这次他能回来参加庆典，不是太王多宠他，是借着护送提邦公王子的名义回来的。前几年太王生日，根本不让他回泰国，今年能露面，已经算是破例了。太王留着他，用意很明确，一来让他照顾提邦公的生活起居。施妮娜从提邦公小时候就当他的专属健康护士，陪着在德国待了10几年，俩人感情比亲母子还深，有他照顾，太王放心。二来用他稍微平衡一下苏提达的势力，不能让王后一家独大，这是帝王惯用的平衡术。但平衡归平衡，名分底线太王守得很死，贵妃就是贵妃，永远越不过王后去。可以给你差事，可以给你体面，但核心位置、正统身份，想都别想。施妮娜自己也懂，所以现在特别收敛。以前敢跟王后叫板，现在连衣服颜色都不敢越界，全程站后排，安安静静当背景板。她很清楚，自己现在唯一的筹码就是提邦公，只要把提邦公照顾好，等未来提邦公继位，她才有翻盘的机会。现在争一时的风头没用，反而容易引火烧身。最后是提邦公，他是这场生日庆典隐形的主角，也是太王所有布局的核心。太王今年74岁了，他现在做的所有事都是在给小儿子铺路。为什么宁可重用施妮娜，扶持思蕊范，也绝不召回海外的4个儿子？就是铁了心要把王位传给提邦公。那4个儿子，个个学历高，能力强，可他们母亲于瓦达当年的背叛，是太王心里一辈子的刺。更何况他们有自己的势力和野心，真召回来，提邦公根本不是对手。太王宁可守着一个资质不算顶尖的小儿子慢慢培养，也不会给那4个被扣上王室叛逆帽子的儿子半点机会。之前帕公主在的时候，太王安排帕公主辅佐提邦公，姐姐摄政，弟弟继位，完美的姐弟组合。现在帕公主走了，太王又安排思蕊范接棒辅政，安排施妮娜照顾生活，安排苏提达稳住后宫和大局，所有人都围着提邦公转，就是为了给他铺好路，等他顺利继位。提邦公自己也争气，这次生日庆典上的表现明显比以前成熟稳重多了。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，也知道现在所有人都在看着他，规矩守得越严，表现得越孝顺，太王就越满意，他的储君位置就越稳。讲到这儿，这场74岁生日庆典背后的门道基本就全清楚了。表面看是一场喜庆的生辰仪式，有多国高僧联合祈福，有点吉祥蜡烛的传统古法，有百官朝贺，热热闹闹的。可剥开喜庆的外壳，内里全是等级，是秩序，是权力布局。一件衣服的颜色决定了你是主是仆，一步站位的远近决定了你在权力圈的分量，一个行礼的规格决定了你血脉的尊卑。很多人爱看泰国王室的八卦，觉得像看宫斗剧，今天这个得宠，明天那个失势，热闹得很。可实际上，泰国王室能存续到今天，靠的从来不是恩宠，是刻进骨子里的等级秩序。国王就是国王，王后就是王后，公主、王子、贵妃、侍从，一层一层，泾渭分明，谁该站哪儿，谁该穿什么，谁该给谁行礼，全有定数。你越界了，哪怕受宠，也会被规矩打回去。你守本分，哪怕位置不高，也能安稳立足。苏提达能走到今天，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受宠，是他永远守着自己的本分，又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。他不争一时的义气，争的是长远的地位，不抢无聊的风头，抢的是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施妮娜摔过一次跤，也终于懂了这个道理。锋芒太露只会死得快，隐忍蛰伏，攥住手里唯一的筹码，等时机才是上策。至于思蕊范，他是被命运推到台前的人，以前只想安安稳稳搞时尚，现在不得不扛起辅政的担子。好在他清醒，不争不抢，守好自己的位置，做好自己的事，反而走得更稳。还有提邦公，他生在终点线，却也没得选，生来就是王储，就得守王储的规矩，担王储的责任，哪怕还没准备好，也得逼着自己长大。一场生日庆典，几身衣服，几个站位，
就把深宫里的生存法则讲得明明白白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风光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落魄。所有站在 C 位的人都熬了无数不为人知的日子，所有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都是权力格局最真实的写照。泰国王室的故事从来都不是爱情童话，是一场关于规矩、关于人心、关于权力的漫长博弈。74岁的泰王还在稳稳地掌着舵，安排着身后的一切，而他身后的这些人也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走着自己该走的路。未来这盘棋会怎么走？提邦公能不能顺利接棒？苏提达能不能成为下一个施利吉？施妮娜能不能等到翻盘的那天？没人能说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只要王室的规矩还在，等级的边界就不会消失。这场没有硝烟的排位赛就永远不会结束。